我今天在上课，然后那个孩子说他上2周，就天天就是总是发烧啊什么的，然后去医院查，怎么都查不到原因，然后去了2家医院，都找不到什么原因，然后就是莫名的孩子就是发烧什么的，就很怪。但是你想，我们中国人肯定一般这种情况下都会觉得是有一些什么灵异事件，对吧？然后他们就找人看，就是说好像就是被什么东西就上身了之类的哈那种的，然后他们就通过什么烧纸啊那种，就是像送走那种方法啊，送走嘛，然后最后就用这个方法之后孩子就好了。然后我第一反应就是我觉得我不太相信这个东西，我就觉得肯定就是有什么病因嘛，然后发烧，可能就是只是没查到，或者是病毒性的一些原因。然后但是他们就觉得这就是真的，还说就小孩特别容易招这种东西吧之类的。然后就这么一个事儿，然后就想，哎，正好那今天咱俩聊天，那就可以问问你是怎么看待这种事儿？你相信吗？这个东西？哎，这种事儿我自己没经历过，但是呢，我也听过很多这种故事，然后有的可能是真的，但也有很多他就是，比如小孩子生病了呀，或者说没有找到病因啊，然后他的那个免疫系统他自己也会自愈嘛，对不对？对，就是他到了2周这个时间，可能也刚刚好，就是基本就好。但是吧，就是如果咱这是往正常的方向、科学的方向去解释，但是你说如果往一个就是说玄学方面的解释，你说他确实也2周这么一个，不是说1天2天，它是一个长时间的一个持续性的发烧。然后但是你在医院里正常来讲，他肯定要不然就是一些常见病啊，对吧？或者一些不常见的，可能医生也是比较有经验的。但真的就是很奇怪，走了2家医院都是一个就是没有头绪，找不到一个具体的原因，所以就是家长可能也是逼得没有办法了，才去选择去看看这种，对吧？所谓大仙儿之类的。然后你说这种东西还弄巧就成拙，他就真的你说大仙儿是蒙的呢，还是真的确有其事呢？就通过给他一送走，然后可能那个人还告诉他说，这个甚至都不是他们家的亲戚。都是属于就是家族之外的一种灵体啊之类的这种东西，然后就意思就是附在他的身上吧，就是这个意思。然后只要用一种方式给他送走，那这个孩子就会对吧，就会痊愈。然后真的就是像大仙儿说的那样，然后烧完纸之后，完了可能念叨啊，用一些方法，哎，孩子可能真的第2天、第3天就好了。那这孩子他发烧的时候还有在你这儿上课吗？没有，他那2周都是请假了。哦，那你说他失魂落魄的、心不在焉的，那是他痊愈之后吗？今天他来上课就他已经好了，然后来上课的话，就是他之前吧本身也不是说特别精神的孩子，然后注意力不是很集中，但今天我就觉得格外的惹我生气，就是状态特别的不好，不停的走神儿，然后你让他就是张嘴呀、出个声，他也很费劲儿吧，就是整个人是没有气场的，就很弱的。你说今天是吧？对，今天，对。你知道今天是啥日子吧？啊，今天还是特殊的日子啊。对呀。哦，今天是中元节呀。啊，今天是中元节？对，你没看吗？我倒看到外面有那个街道上有烧纸的，我看今天月亮特别圆，今天是16吗？还是15啊？15啊。对，今天是刚好中元节，然后今天如果体质比较敏感的人，确实会比较那啥，有一些异常的反应。哦，今天是中元节啊，那我这个日历上为什么没有提示呢？不知道啊，可能你的日历没有标注这些吧？那它没有标注中元节。就是苹果自带的那个日历上，它没有中元节几个字儿。今天是那个真是哎，7月15嘛，就农历的7月15。哦，今天因为鬼节，因为之前闰了1个月，所以现在才7月15。今天刚好是鬼节。哇，今天月亮真的是特别漂亮，特别圆。
他们就是因为是15嘛，月亮肯定就圆了。然后我看新闻还报道说，今天好像有什么雪月，还有什么月全，好像说明天有吧，还是今天？反正就这2天有可能出现。还有什么月全食？哇，挺有意思的啊。我觉得今天小孩他如果之前经历过这种类似的事情啊，他今天可能也会有一些反常吧，就是因为他体质可能本来就是那种比较虚的那种。对，那个孩子他的形象上就不是特别那种强大的，就给人感觉有一点那种弱不禁风的感觉。是，然后我就觉得今天就像对，可能真的是迷信呢，这个东西啊，就今天就感觉像有点容易发火似的，我今天就有点压不住火感觉。没事儿。但我一般什么清明节啊、中元节我没有任何感觉，就是没什么感觉。说明你那个阳气比较盛嘛，身体比较好。对，我一般就是这种事情还比较少，而且一般也不害怕，就是害怕很少吧。就是虽然说人都会怕黑，对吧？但是我觉得相对来讲能够去调节，就是不至于说太过于的那种恐惧。今天就我家有一个小狗嘛，它就很反常的朝一个没有人的地方叫。哇塞！今天我们绝对是一个鬼故事的一期。然后我姐嘛，她还说她今天觉得有一点头晕。那你说就是我很好奇，你说中元节包括清明节，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所谓的这种鬼节呢？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定在这一天，可能跟这个天文有关系吧。是这个名字是源于道教，就中元这个，然后就他们好像很多宗教都会有这种，就都承认这一天吧，好像是。你看他说佛教叫做这个这叫什么字？这个叫那个盂兰盆节啊，对，盂兰盆节，对，然后民间叫鬼节。那你说怎么会这么相通呢？就是道教啊、佛教啊。这个我也没有研究过它的起源。可能这个就是天文，像这种节日啊，就是包括节气什么的，它都是从天文现象就是推导出来的。就这个星球它的运行刚好就到了这一天，它就有一个比较特殊的能量场嘛。就是你不同的文化，你都可以，你如果只要掌握这个天体历法的话，都可以推出这一天比较特别，然后可能有不同的叫法，然后但是它的这种感觉或者说它的这种能量的影响是相同的嘛，因为我们都在地球上嘛。这个倒是挺有意思的。就因为有些东西你没有自己感受过或者亲眼见过，可能很难相信吧。就他们说，就有一些网友嘛，在抖音上就是评论，就会说，说像什么中元节啊、清明节这种比较大的这种鬼节啊，不是普通的那种什么初一十五，就是他们有所谓的天眼的人或者特殊能力的人、体质的人，说就能看到，就是天空中啊，就是你一出门，就很多在天上飘来飘去。挺吓人的，我觉得可能是有吧。对啊，所以说他们就是叫阿飘嘛，就是很多飘着的就是说，可能就是这一天的时候，他是允许就是被，对吧？来到我们这个阳间，然后来串门啊，溜达溜达。反正这2天都是比较有一些禁忌嘛，就是就有些事是不能做的是吗？对，就比如说晚上不要出门嘛。怪不得，你这一说，一下子我就反应过来了。我刚回到家说9点左右吧，然后就平时这个时间，外面很多小孩在外面玩的，然后在外面跑，
然后就是一堆人坐在那个花坛那边，然后大家在这玩什么的。然后我今天我就想在下面，就有的刚吃完饭嘛，我想稍微溜达一会儿，然后我就说今天怎么这么没有人，怎么人这么少？然后我都没反应过来。其实小孩他们体质比较弱，家长可能都有注意这方面吧。然后你一说，我一下子就想到，哦，绝对是这个原因，就肯定是这个原因。对，因为才9点嘛，不到9点，不至于说孩子都回家了，因为我们平时这特别热闹周围，然后就连今天的那个，我附近就是有一个圆形的那个特别大的广场，他们天天都在那儿跳广场舞啊，踢毽子啊，就每天晚上都很热闹的。对，你一说完之后，我突然反应过来，今天莫名的安静，大家都比较尊重这个节日。哦，好吧，我说不敢太嚣张了。好吧，平时可以嚣张一下，今天得收敛一点。只有我一个人后知后觉，我都服了我自己。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幸好我在下面逗留的时间也不长。没事，意识不到更好嘛。对，但是我一般倒不会有什么忌讳啊，这些东西我不是太在意这些东西。其实我觉得吧，就大家对一种未知的东西，或者说所谓的这种罔顾的亲人呐，这种灵魂呐，其实还是有一种尊敬、尊重在里面的。所以就是说定期的祭祀啊，或者说这种特殊的日子，可能我们对吧，就少出门，给他们多一些空间，就是因为我们本身不是太适合过多接触的这种存在嘛。他们不是说那个7月半的时候是一年当中鬼门大开的时候吗？就相当于他平时是来不了我们的这个世界的，然后今天这一天他们刚好就可以来。那今天是比那个清明节还要厉害一点吗？对啊，清明节是那个祭祖嘛，就是上坟嘛。但是今天是正经的鬼节是吧？对，今天是按照我们老家那边的，就是比如说吃晚饭的时候，就得先把大门打开，让那个家里的那些去世的阿飘先来吃。然后他们吃过饭之后，我们才可以吃。就是这些阿飘可能会回家里面来，因为他平时回不了家，然后今天可能比较特殊吧，就相当于放假了。那其实你说的这种传统，我觉得还是有一种就是一种敬意啊，或者说思念呐，其实还是挺美好的嘛。就是它的出发点是很好的，出发点是尊敬这些先祖嘛。对，这些亡魂也算是一种，就是悼念的感觉。对，原来是如此。好吧，那我今天那个留意一下，会有什么特殊的感受不？也不用特别留意吧。我觉得像那种体质好一点的人，其实完全感觉不到异常。是，我觉得绝大多数的人肯定是感觉不到什么的。尤其你说就是像城市里这种人口这么密集的地方，我觉得也很难发生点什么吧。对，因为城市里面本身就阳气非常旺盛，因为人太多了。对，又密集，然后又比较这种吵杂吧，我觉得就是。对，而且还有很多车灯都开着。是的，尤其我是晚上不睡觉型的。哎呀，现在有的时候感觉天亮了才睡觉，就是太阳不升起来，我就像睡不着似的。那你一般几点睡啊？就是正常来讲，我以前是2、3点睡，然后现在感觉就是到了4点之后吧，才会想着去刷牙睡觉，就是这个时间就越熬越晚啊。但是我白天的时间其实也没有差距太大，有的时候还是12点多、1点多这样起床。那你时间比较自由了。对，就是最近就感觉想睡得再晚一些，但有的时候也不想太晚睡，也觉得2、3点就早点睡。可能最近是因为这种能量，这种阴性的能量比较强，然后搞得我晚上也不愿意睡。我有时候也睡得比较晚。
睡晚了我感觉还是比较难以恢复精力吧，不太规律。对，因为你们平时的生物钟都特别的稳定，所以还是别熬了。我这个生物钟本身就已经是就是属于半颠倒的状态，就是我是长期的没有上午的一个状态，常年的可以说是，所以我的生物钟就已经是，就是我到那个点我也不会困的啊，然后但是我上午会困得不行的，就我的生物钟就让我上午是肯定起不来的，所以一旦有一个什么工作呀，有个什么事儿，我要是9点10点起床，我就会非常的遭罪。就你生物钟已经调过来了。对对，因为我是多少年的一个习惯了，并不是说偶尔一次的。对，我之前也有好多时候4、5点睡，我觉得就是精力比较旺盛吧，然后到了晚上也睡不着。但是你如果4、5点钟睡的话，你几点起来呀？我一般就是睡7个小时左右吧。对，有时候睡6个小时，有睡8个小时，看情况吧。对，本身你就不需要太多的睡眠。反正我觉得现在好多人都是这样的，就是晚上会觉得要做点自己的事情，不想睡觉。对对，会搞到很晚。对，其实我们就可以探讨一下，你说为什么人都有这种尤其年轻人啊，都有这种晚睡的一个倾向。然后我之前跟一个同事聊过，他跟我一样就喜欢熬夜嘛，然后有时候半夜吃点小零食、小夜宵什么的，觉得很快乐。然后我说你有没有这样的感受？我说因为我晚睡，我就是单纯的觉得就是不舍得睡，就是觉得到了晚上总想给自己找点事儿，然后把这一天去延长，然后觉得如果我早就睡了的话，就觉得这一天好可惜啊，还没做什么自己喜欢的事儿，享受自己的那种时光，然后就过去了。然后他就说，他说对，我其实也就是不舍得睡，就是明明到了该睡的时间了，甚至有的时候有点困，他说就是但是就是不舍得，就总想再磨叽，然后找点事儿做。还是互联网太精彩了。是，肯定是有关系的。尤其现在人拿着手机，就即使躺在那儿了，也可以在睁半只眼睛在这看手机。我记得就是大概是在我想一下啊，就是2010年左右的时候，我感觉就是一个分水岭吧。我感觉2010年之前的话，就我们家里边，包括我身边就观察到的这些同学啊，或者说是小区里边，我觉得大部分都是在9、10点钟睡觉的吧。然后好像就2010年之后，可能就淘宝很火了之后，那个时候网购特别兴盛了嘛，然后就感觉大家的作息一下变到12点，普遍的12点。然后现在可能有的人睡得更晚了吧？是，甚至都直接就是昼夜颠倒这种状态。对，我觉得看那个小区的那个亮灯，我都能看出来。是，以前的话就是9、10点钟，大部分都开始关灯睡觉了。是，12点钟可能都已经全熄了。现在的话，12点钟基本上都全开着，然后可能到2、3点钟。差不多就是大家基本上都开始睡觉了。对，我这次观察这个我们小区也是，就是我发现比如说1点多到2点的时候，正常来讲肯定是睡觉时间了，对吧？然后我就会发现有好几家跟我一样根本就没有关灯，然后就是而且是每次你看他们那几家都是亮着灯的，然后甚至有的时候2、3点多、3、4点我就看，我就想他是起床了呢，还是说还没睡呢？就是不过有的人几个人陪着我，不过现在有的人也喜欢开灯睡。还有这种，这个我倒不太知道。但是我们家楼下我发现他家好像是一直不关灯。就
客厅的灯是一直开着的。就像我姐嘛，她就是那种可能比较怕阿飘，然后她会开灯睡觉。哦，真的会这样？那开着灯他们就不会接近吗？有这种说法吗？我觉得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就那些阿飘他们就喜欢比较黑暗的环境嘛，就是亮光对他们来说就是不友好的吧，或者说让他们感觉到难受的。对，有光亮会感觉会给人壮胆啊，就感觉。对，也给人壮胆。当然，心理学上，人可能就是怕黑嘛。是，是这样的。那我今天应该早点洗澡。其实没事儿，就是只要自己没感觉的话，其实无所谓。对，就是今天的话，不要出门，不要半晚上待在街上，或者说去那种荒山野岭的地方。那我就稍微那个什么，再深入一点。那如果说我就是说半夜出门啊，或者去一些很偏僻的地方，其实就是不太好的，是吗？容易就是撞上一些阿飘。如果那些阿飘不友好的缠着你的话，就像那个小孩一样嘛，可能会生病啊，或者说是精神上出现一些问题。明白了，我懂了。就是说这个东西它不是说你出去了或怎么样就一定会怎么样，但是它可能这个几率在这种特殊的节日下可能会增加好几倍。对。今天是可能人家放假了，都出来逛了。对，尤其像你说的，如果遇到一些友好的，他可能会回避这种，对吧？正常的人。然后如果可能有一些就是比较厉害的那种，比较横的，那他就可能觉得你来到我的地盘了，你惹到我了，那我就不高兴了，对吧？我可能我可以捉弄你，或者怎么样。对，有的可能就是无聊，他就想捉弄你玩，逗你也可以。对。因为你看哈，包括你说到待在屋子里，待到自己的房子里嘛，就是房间里啊，就是这个界限我一直都有一个很好奇的点，因为我之前看过很多韩国的这种鬼神的恐怖片，然后他们就有一种很明确的一种说法，一种规则，就是你在你自己的家里面的时候，只要你关上门，关上窗吧，然后它这个所谓的一种不好的东西，它必须要通过敲门的方式啊，然后就是那个片子是这样的啊，那是个电视剧啊，演的也非常精彩。它是一种很厉害的一种，就是像恶鬼一样。然后呢，但是他如果想杀人的话，他也要遵守一种规则，就是他没有能力闯进你的家里面去，是这样的。然后他通过敲门来诱骗你，就是说。然后他会模仿声音，会装成你的朋友啊、亲人的声音。然后呢，如果这个时候你上当了，你真的觉得那个是那个亲人或者朋友，那就惨了。你一开门，你就会看见之类的。就他那个很厉害很厉害。但是，他让人紧张的地方就在于，有的时候，比如说谁谁谁离开家了，对吧？然后这个时候来了个电话，就说，哎。你不是已经走了吗？怎么样？你怎么还在敲门？就是很恐怖，对不对？对，他就会打电话确认一下说，哎，你不是去哪儿了吗？然后这个时候他就会说，你千万不要开门，那个真的不是我。说你要开门就完了。我操，吓不吓人？就韩国很会拍这个，但是我当时就在思考一件事儿，就是包括好像就是类似于像吸血鬼，西方的也有这种说法，就是你只要在你的家当中，他们就是你看那个林正英的那个僵尸，好像都有点这种感觉，就是他们似乎没有办法去越过家的这道防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了解过这方面的一些一些理论支撑。这个我也不了解。就是或者我们去猜想一下，就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因为他那个片子有个最可怕的地方，就是有一个人他在被害的时候吧，他是没开门，但是很不幸，他之前他开了窗就相当于他有一种意愿，就是我好像接受外面的东西可以自由的进出，这种规则性，然后那个厉害的恶鬼就从那个窗进来了，然后最终还是给他杀掉了。他是
在那个恶鬼邀请他的时候，他把窗打开了吗？不是的，就是他之前开了窗忘关了。忘关了，因为这个人是先通过门来找他，然后没骗成，他打电话了，然后就是那个人打电话提示他了，说如果有人敲门不要开，即使我也不要开，因为我有钥匙，可能是这样的。但是他确实没开，但是后来镜头给了一下之前一个同事开了的窗，当时是在警察局，这个窗忘关了，然后他最后也进来了，然后就包括你刚才说中元节嘛，就大家都尽量待在屋子里嘛，因为我一直就觉得这种东西它是不是就是有一种这种所谓的潜规则呀，或者这种领地意识，有没有这种可能？我觉得有这种可能，还有我觉得一种可能是，你待在屋里边的话，他可能就是他如果在外边他可能看不到你，就是他需要进来，对吧？就像我们去抓那个兔子一样，兔子会钻到洞里面去。如果你没有看到兔子的话，你就不知道它在那儿，对不对？但如果兔子，我明白，但是我有个疑问，就是那对于他们这种存在来说，应该他们不是可以直接穿过去吗？就是按正常来理解的话，对，我觉得不受物理规则的限制，我觉得是可以穿过去的，而且，你这门窗其实挡不住他们的。对呀，我也是这么觉着的。只是我觉得就是你待在屋里边不会那么显眼吧？就是他如果在你屋外的话，他看不到你嘛，你没有那么显眼。但如果你出去的话，你会非常的明显嘛，对不对？可能会有很多阿飘都会看到你。相当于把自己放在一个公共的场合了。对对。你这么一说，我还想到一个事儿。我刚才在楼下的时候，当然肯定是胡说啊，胡想。就是我在那拎着东西，然后我在在看手机嘛，我在拼多多就是在评价嘛，因为会有返现。然后就评价的时候，然后我就一抬头，我一看一个男的坐在那个台阶上，我觉得他怎么看着我？然后我就又继续低头了。然后弄了一会儿之后，我一抬头，这人怎么没了？但肯定是个人了，这个我确定。因为我家楼下经常有人坐着，但我就在想，你加上这样一个节日的气氛，然后对吧，烘托到这儿，我也可以理解成它不是一个一般的存在嘛。因为我当时真的就想了一下，他怎么盯着我看，或者就是怎么我正对面坐了个人，就感觉还有点奇怪，坐的这个位置，就有那么一刹那那种想法但是也无所谓。这种一般应该是人了，因为阿飘的话，它其实不太，就绝大部分阿飘他们不太有这种非常清晰的人形或者外貌边界。很多阿飘它是那种就是模糊不清的，它可能是类似于一团气或者一团雾的那种感觉。那我觉得你这个就是也相当于给大家都解惑了嘛，因为我们很多时候会觉得自己看到的是不是人呢？那如果说明显是一个人形的话，那基本就不用担心了，对不对？就是明显是一个人形的，它有可能是阿飘，但是这种几率太低了。就是这个阿飘他要有非常高深的功力，他才可以做到。就是完全去显化一个人生出来。对对对，大部分阿飘就是可能就只能做到有一点模糊的影子，或者说是一团雾气的感觉。对对对，那你说他们为什么要逗留在人间呢？就是不正常来理解的话，因为我看过一些日本的动漫嘛，就是正常来讲，就是他们会说，你赶快去成佛吧，或者去按照咱们的理解，就是你赶快去投胎吧，对吧？这种说法。那你说真的就是说有什么原因能让他们一个是说自愿的留在这里，就有没有那种所谓的鬼使神差去抓他们呐，去不允许他们逗留在这种世界当中？有啊，就是投胎的话，它其实是一个强制的机构嘛，就是机构它会要求每个灵体都尽快的去投胎，但是就是有很多灵体他们在投胎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阻碍嘛，比如说他有很深的执念，想在人间再待一段时间，或者说
他就是不想去投胎，就是逗留在我们这儿的，他一定是有一些目的的，要么就是他就是迷失了的，或者迷路了，他一直迷失在这个地方，或者因为他自己的一些想法，他困在了这个地方，他没有就是去往投胎的那个方向去走。就是一个是有这种可能性的，真的会有一些他长期的逗留在人世间。对，会有很多就长期的逗留的。那不会有工作人员就经常去寻找这种吗？对啊，就是会有工作人员，就是会有工作人员去找他们的，就把他们送去投胎。就投胎它不是一件你想不想的事儿，它是一个非常有强制性的事儿，就类似于你到了6年级你就得到了6岁你就得去上小学一样。可能会有一些人到了6岁还是逗留在家里边没去上学，但是社区的工作人员就会去找你父母的麻烦。对，哇，那我就觉得这样一想的话，就和那些动画片啊，包括一些电视剧啊，就他们其实说的都是某种程度上都是正确的，只不过我们没有能力去接触到这些信息。也就是说，因为我一直在看那个就是新白嘛，新白娘子传奇嘛，我就总觉得他给我建立的那个神话观啊，那个世界观，就是仿佛在一点点的就是在成真一样。就是我们小的时候会觉得很有意思，很玄幻，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学了这么多年的一些佛学呀，包括一些灵性的知识之后，会觉得他怎么那个电视剧演的剧情仿佛就是一个世界的说明书一样。对，很多电影都是这样的。之前有一个很火的电影叫那个《寻梦环游记》，你有没有看？我看过，那个之前看过。它其实里面讲的那个主要故事，也是像是咱们今天讲的这个中元节，就是他们的那些就是在灵界的这些灵魂，他们在某一天会回到人间去看望他们在世的一些亲人。对，这个电影我觉得就拍得很好，就是它的那种世界的架构其实跟现实灵界的架构也非常接近。就解释了一些我们平时比如说知道这种节日鬼节，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它具体是怎么运作的，或者有什么意义。我知道那个其实拍的还很有真情实感，对吧？我就讲这种，如果没有人的，对，挺感人的。如果没有人纪念你的话，祭奠你的话，给你还记着你的话，你就会好像是彻底的消失，是吧？之类的。对。还有就是，如果你家没有人有你的那个照片的话，可能你就是没有供奉你的照片，你就回不去。对，就是他们还有海关一样的东西，会去查这些灵魂的通行权限。对。那其实还挺期待有一天变成孤魂野鬼的时候，然后就知道这个世界真实的法则是什么样的了。不着急，因为现在就是说，对于以前的这种记忆嘛，已经全部消失了嘛，就全都已经没有了。然后就觉得，如果世界真的是那样的话，还挺精彩的，就是还比较不无聊吧。就是世界就是很精彩啊！就是我觉醒之后，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世界也太精彩了吧，比那个小说、动画、电影还要精彩上万倍。就是我们生活中看到的这些非常有意思的电影啊、小说啊、游戏啊，或者这些有意思的东西，它其实都是来源于生活啊。只是我们绝大部分人会认为这些都是虚构的，然后它是我们幻想出来的，艺术创作出来的。其实不是这样的，很多的艺术创作它是基于一些就是对我们这个世界的认识，对，或者一些高人他传递给我们的一些信息，然后以此作为灵感，然后创作出来一些作品。对，是这样的。就是这些能创作这些作品的人，他们其实都是有非常丰富的经历，然后
也都是非常有内涵的一些人嘛，对吧？就像那些导演啊、编剧，他们其实懂得比我们多很多。对，或者他们能接触到一些特殊的人士，可以向他们去了解一些，就像我现在向你探寻问题征求答案一样，就是也相当于是向高人请教嘛，然后会打开自己的这个眼界。就即使我自己没有经历过啊，但是你说的话，我会觉得跟自己经历的其实也差不太多。算不上高人，咱们就是闲聊。但是也就是挺有意思的嘛，其实其实你经历的或者说接触到的还是比普通的人还是要多很多的。因为你像我的话，那咱俩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我是可能学习的比较多，然后涉猎的比较多，然后你也是学习的比较多，涉猎的比较多。但是你的区别跟我的区别本质上的差别就是你体验到了很多一些可以印证你这些理论的东西。每个人都有体验到不一样的，就是互相交流嘛。是，但是我觉得这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我们两个这样的人在一起去对答案的时候，然后就会觉得哦，原来是这样，或者那个可能性是怎么样的，就是一个是可以去探讨它，然后再就是可以增强彼此的信心吧，然后去对这件事情会觉得哦，它的真实感啊，包括它的一些好玩的地方，对吧？我们就包括今天中元节嘛，我们去讨论，就会觉得啊，其实这个不仅是一个鬼节。好，非常感谢啊！剩下的章节呢，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啊，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